鉴定一下网络热门小传闻。8月30日，口雷在推特里爆料有人偷拍彩虹社中之人隐私的消息，并且在9月1日进行了直播披露。披露的内容呢，有网友总结成了这几条，我就不挨个念了。总的来说呢，性质还是比较恶劣的。关注管然新闻的观众可能会对这个口雷有点印象，他是一个专门搞爆料的油管主，在日网的影响力不小。之前深度参与过露西亚的事件。露西亚最后被开除的时候，他的理由里面不是有一条是向第三方泄露了公司机密消息吗？有不少人认为这个第三方就是口雷。这个人的粉丝数很多，能量很大，比较擅长当互联网巨魔。平时呢，他倒也不光盯着微圈。在他直播结束的第二天凌晨，也就是9月20号的1点多，彩虹社连夜发了一条公告。公告首先说呢，经过他们的调查，确有此事，然后是请求大家不要传播泄露图片和进行造谣，以免对 VTuber 造成二次伤害。发出公告之后呢，这个罪魁祸首很快就现身，他是一个叫 YAB 的音乐人，他是一个第三方工作人员，应该是利用和彩虹社合作的机会接近到了这些中之人。一开始有舆论认为这个事情是彩虹社内部员工做的，因为管人圈子里不是隔2年就要闹出1-2起内部员工骚扰管人的事情嘛，所以大伙有思维惯性是正常的。但这次真不是。事发之后呢，这个 YAB 在推特上发了一个道歉推文，这推文一看就是用备忘录写的，然后特别简短，感觉也很草率。之后呢，就是开始装死，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反应。让人比较意外的是，这个人的工作履历相当光鲜，他的合作对象包括 AKB48、花泽香菜这些比较知名的业界大佬，说明他本身的水平呢应该也不低，但是职业信用居然差到了这个程度，感觉有点傻逼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彩虹社还算是比较严肃的，效率也很高。事发之后呢，他们隐藏了和这个人合作的视频内容，说是为了防止二次伤害，估计是怕乐子人顺藤摸瓜找过来，然后胡乱猜些有的没的。因为事情闹得很大，而且性质很恶劣，他下药偷拍，还把照片发给别人评头论足的，这已经不只是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了，而且涉及危害人身安全。尤其是根据情报，一名疑似是受害者的管人在和 YAB 合作的时候还只是未成年，所以彩虹社的公告里面说了可能要采取法律手段。这一段是后面补录的，因为有来自 YAB 自己公司的一些后续，这个我没有找到翻译版本，所以先用我的三脚猫日语读了一遍，我只读我勉强看懂了的部分，如果有错或者需要补充的话，请大伙在评论区里发言。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受到他们侵害的一方呢已经报案了，因为在公告里面可以看到警察和他们公司的顾问律师已经介入。然后下面的第一条是撇清公司里的另一个董事的责任，就是说这个叫坂本之二郎的董事在事发的时候正在做自己的事情，还有这个事儿没有关系。根据这个董事自己的表述啊，他们这个公司下头确实是有2个独立的工作室，就是说他和这个 YAB 呢不是属于同一工作室的，所以他可能真的没有参与这件事情。第2条我没看明白。第3条说的是 YAB 把公司董事的职位给辞了，未来具体怎么办呢也还没谈好。第4条是日本特色啊，说公司所在地被人骚扰了，附近的邻居也很困扰什么的。总之他们的生意应该一时半会儿是很难经营下去了。第1条里撇清关系的那位董事也发了公告宣布退休，他们公司旗下的一个叫小春的管人也毕业了。总之就是这个摊子基本上被那个逼人一人给带倒了，只能说希望这个 YAB 最后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吧。接下来的消息就比较新了。9月20号，月华旗下虚拟女团 EOE 的米诺和婉儿2个人宣布休眠，休眠的非常仓促，动态是9月20号发的，米诺当天就休眠了，婉儿是9月30号才休眠，但是也没有发现要给他办休眠回或者是特殊纪念回的意思。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啊，我觉得休眠这个事儿呢是比较从容的，它是可以从长计议的，但是看他们2个的这个仓促的样子，我就稍微调查了一下，然后发现似乎是因为今年早些时候，就是我还在和20门课搏斗那会儿，因为我错过了 EOE 的一些节奏，这2个节奏的时间点呢大概是在今年的2月底和6月，但是6月的那一次我没有找到特别密集的事件，所以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它是不是在6月。然后因为时间比较久远，我们就不展开描述了。这里提到当时的节奏是我看到社区里面有一些广泛的猜测，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早期的节奏挫伤了这2位的直播积极性，包括米诺直到今年8月份啊，他好像直播的时候还有人一直在刷复活，再加上公告里面提到了近期他们社团呢会有搬迁硬件的变动，所以可能就借着这个变动2个人进行了休眠。这种休眠和我想象之中的休眠可能有一些出入，由于搬迁硬件的原因啊，还会导致 EOE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只能进行2D 直播。总之目前呢，少人又直播受限的 EOE 可能会经历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到适应的状态。接下来是一组速报，我会把上个月没有来得及提到的旧闻放在这里，并进行简单分析，所以速报会稍长。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10月1日，四喜丸子官号发布动态公告称，由于9月30日成员合约到期，暂停一段时间的直播活动，恢复时间待定。这个事情本来无论影响力还是规格都应该放到速报之前详细讨论一下，但由于事出突然，也没有更多的消息值得参考，我压根不知道该讲什么，只能说参考过去的惯例，一般情况下呢，管人公司很少会因为合约到期而影响正常的直播活动，尤其是在前一天还发动态说
第2天要发直播时间表的情况下，说明这次停播本身就是意外事件，因此也闹得讨论度很高。其实前面说没有更多的消息值得参考是不恰当的，因为现在四喜丸子那条动态的评论区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正是由于能收集到的信息太多，鱼龙混杂，不适合放进节目里讲，所以我们只能先进行速报，等后续出现再做打算。9月17日，翡翠艾利欧开始复播，很多朋友可能忘了他是谁啊，或者是不知道他的事迹。那么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是 P 加成员，日威，活动年代比较早，但他成名呢主要是在20年之后。他最出名的事迹应该是在 HoloLive 离开大陆市场之后，就当时大概是10月17号走的嘛。他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称之为经络，就是在19号之后慢慢发酵并且达成的。当时呢，他凭借着粉丝创作的一篇主题为经络的推广贴，在并线虚拟区有着巨大市场空白的情况下，成为了比较出名的受益者。当月从几十个舰长的普通水平管人，猛涨到了突破3000舰长的超级顶流。这个成绩在现在看来可能也就一般般，但是在当年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水平。毕竟在22年之前是没有万舰虚拟主播的。当年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翡翠艾利欧的直播内容和频率并不固定，所以他没有拿出流量，最后也没能成为长期顶流。不过算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了。之后他大概沉寂了一段时间，22年开始，他和米娅还有花颜塞雷娜曾经组过一个1年期的偶像组合，不过在23年也已经解散了。9月份，赌博电竞的中国分部的 V-UP 们陆续开播了，初期成员有4个人。这个赌博电竞大家可能不熟啊，它其实是 Wispo 的中国分部。关注海外管人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个 Wispo， 他们的成员主打一手枪女。之前随着 Apex 的爆火，他们也弄得很红火，并且在成名之后被现在的世界前3箱 B 箱并购了，也是非常知名的海外虚拟主播社团。他们的中国分部叫这个奇怪的名字啊，我感觉很大概率是因为和国内另一家主搞电竞的知名公司英雄体育外文名也是 Wispo 啊，可能撞了名字，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去注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中文名字还是选的有点奇怪，给人一种不播电竞的感觉。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视频稍长，因为这是回归之后的第1期传闻鉴定嘛，所以拖的也比较久了，在这儿先跟大伙道个歉。我是丁老头，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